时，罗翠儿是荧幕上的宠，她的笑容明媚，眼神如清泉，作品一部接一部，广告邀约不断，是无数观众心中的甜美女神。但谁也没想到，命运会毫无预兆地向她投下一记重锤，中风。这一噩耗如同晴天霹雳，让粉丝、业界甚至整个娱乐圈都陷入了震惊。中风不同于普通的生病，它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是一场摧毁性的考验。对一位靠面容和气质吃饭的女演员而言，这更像是一场无情的审判。彼时的罗翠儿，在住院的画面曝光之后，瘦弱的身影、憔悴的面容和空洞的眼神，一度令粉丝们心碎。她不得不全面停工，连原本已定档的电视剧也被迫替换女主角。但这位曾以阳光与正能量示人的女星，是否真的就此沉沦？罗翠儿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中风，她还经历了一段极为黑暗的心理阶段——抑郁症的折磨。起初，她不愿面对镜子中的自己，甚至质疑人生的意义。每一次醒来，都是一次心理上的撕裂与自我重建。身边的人不止一次劝她：“你已经够成功了，退下来也未尝不可。”但罗翠儿没有选择逃避，她开始接受专业心理治疗，服用抗抑郁药物，并配合康复训练，一点一滴地重建自己的信心。她在私人日记中写下：“我要回去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，而是为了告诉所有人，我还在。”她逐渐恢复运动，开始在花园里散步，做呼吸冥想，也尝试重新练习表情控制，哪怕只是对着镜子做出一个微笑，也是一种胜利。在沉寂数月之后，罗翠儿终于选择出现在公众面前。这一次，她没有华丽的礼服，没有夸张的妆容，更没有刻意遮掩中风留下的痕迹。她就那样，略显疲惫，但神情坚定地站在镜头前。粉丝们一开始的确惊讶，她的左侧嘴角轻微下垂，眼神也不如以往明亮。但与此同时，观众看到的是一种久违的真实。她的坚强，她的勇气，瞬间打动了所有人的心。这场出现不是复出，而是一种告白，告诉所有人，她还没有被命运打倒，也不打算就此退场。长期以来，罗翠儿都是甜美外貌的代言人。她的五官精致，笑容甜美，是无数代言品牌追逐的对象。但中风后，她的脸部出现了轻微的不对称，表情控制不如从前，这一度被部分网友恶意放大和嘲笑。然而，更多人却看到了不一样的她，不再是完美女神，而是一个真实、勇敢，经历了打击却依然站在聚光灯下的女人。她从美貌符号蜕变为坚韧象征。在一次访谈中，她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知道我变了，但我不想再靠脸活着。”这句话一度冲上热搜，引起无数网友共鸣。罗翠儿并没有急于拍戏复出，而是选择了以声音为武器重新回归。她参与了多档电台访谈节目，还为公益配音、短片献声，用她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讲述了自己的康复故事。观众开始重新认识她，一个不仅仅靠脸吃饭的艺人，一个会讲故事、懂情绪、带情感的讲述者。她的声音传递的是希望与共鸣，而不是营销的浮躁。她还开设了个人播客频道，名为《我还在发光》，邀请各类嘉宾分享人生低谷与如何走出黑暗。这档节目在上线3天内播放量破100万，一度冲上播客榜第1。在她生病期间，粉丝并没有离开，反而组织了一系列为她祈福的公益活动。他们为医院儿童送去玩具，筹款帮助贫困患者。只因罗翠儿曾让我们感到温暖，我们也要让别人感受到这份温暖。当她再次出现在镜头前，评论区几乎刷屏：“我们等你很久了，你依然是我们心中最闪耀的星，愿你不再痛苦，只需闪耀。”这份支持不是流量，而是信仰。在这个流量为王、审美速朽的时代，罗翠儿的回归意义非凡。她让人们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公众人物，什么是值得支持的艺人精神。她的复出引起了同行的广泛关注。曾合作过的男演员转发她的亮相视频写道：“愿你如初，哪怕不再完美。”导演们纷纷留言鼓励，甚至昔日竞争对手也表示敬佩。
更有资深制片人发文称，我希望有更多制片方愿意为这样的演员开一扇门，而不是只看他是否状态在线。这不仅仅是对他的敬意，更是一种行业态度的觉醒。罗翠儿用自己柔弱却坚定的姿态，为整个娱乐行业重新定义了女星付出的标准，不是回到流量高地，而是站上心灵高地。经历中风后的她，逐渐摆脱了对外貌的执念。她在自己的频道中说，外貌会老，气质会变，但内心的坚定与善良会留下。她鼓励女性不要被社会的美貌标准绑架，也分享自己如何从完美外形走向内在自信。她成为女性主义话题中的重要声音。她曾在某次女性沙龙上演讲，美不该是牢笼，而该是力量。她鼓励大家勇敢面对自己的变化，不管是身体的、心理的，还是生活的。她的这番话激励了无数女性走出焦虑，重新定义自我价值。目前，罗翠儿已经透露将以嘉宾身份参演一部以女性坚韧为主题的纪录片。她将在片中讲述自己的康复历程，并参与幕后配音和剪辑工作。她也接到了数家公益组织的合作邀约，成为心理健康宣传大使，希望帮助更多遭遇心理低谷的人走出阴霾。除此之外，她还计划出版一本关于康复与心灵重塑的书，书名暂定为《不完美的光芒》。这将是她从一个演员向叙述者蜕变的重要一步。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一个女明星若不再拥有完美的外貌，仿佛就被世界判了退出娱乐圈的死刑。但罗翠儿偏偏不信这套，她用自己的故事撕开了偶像滤镜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最打动人的不是她有多完美，而是她在经历摧毁之后依然选择站起来的勇气。她的美如今已经不再是那种初恋脸的甜美，而是一种柔和、沉静、带着温度的气质。或许有观众会说她变了，但更多人会说她更真实了。在这个人人戴着面具的娱乐圈里，罗翠儿成了一个例外。她的眼神不再炽热明亮，但却多了份深沉。她的笑容不再无忧无虑，却带着宽容和温暖。这种被生活雕刻过的面容，更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法复制的魅力。她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光环，而是我们身边那个可能也经历过痛苦，却依旧愿意微笑面对生活的人。值得深思的是，过去罗翠儿是被看的存在，人们用放大镜审视她的皮肤、她的身材、她的穿搭。如今，她选择用被倾听的姿态回归，她说故事，她讲经历，她传递能量。她不再只是荧幕上的角色，而是成了生活中的引路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打破了娱乐圈的一个潜规则，女性一旦生病，一旦老去，一旦有瑕疵，就应该退出舞台。但罗翠儿没有，她以一种新的方式证明了，只要内心有光，哪怕不再年轻，哪怕不再完美，也能重新站上舞台。她的存在正在悄悄改变观众对女星的定义。从偶像变成人，从女神变成镜子，观众从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，看到了亲人，看到了所有正在与生活搏斗的人。她不再是娱乐产品，而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。她的每一次出镜都是对真实的一次致敬，她的每一次发言都是对生命的一次感恩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看罗翠儿时，不只是看一个中风康复的女明星，而是在看一个被生活击倒后依然选择美丽活着的女人。她不再是偶像，但她成了我们心中最真实、最明亮、最值得敬佩的一道光。